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面相当中，天庭也被称作额头或者印堂，这是人的面相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毕竟经常听到一个人如果很倒霉，就会印堂发黑。所以如果天庭当中有富贵坑会如何呢？那么什么面相是天庭富贵坑？命运如何？哪些额相是天生的富贵命呢？下面就让大佬来为你解答吧。一、什么面相是天庭富贵坑？天庭富贵坑指的是额头中间的坑。古人云：天庭饱满多富贵，地阁方圆是贵人。天庭就是一个人的额头中央，这个位置在相术中是代表着一个人的运势前程。天庭饱满的人是福禄双全的人，印堂也非常明亮开阔，前程远大。不过天庭有坑的人也是富贵命。当然，这里所说的富贵坑不是指额头低陷，仅仅是一部分。这样的人非常聪明，财运也很好，尤其是偏财运，似乎这样的人会更加能够高枕无忧一些。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获取大量的资金，甚至有些时候都是来自于一些贵人的帮助而收获的经济方面的惊喜。所以钱财富足也称天庭富贵坑。二、天庭有富贵坑的人命运如何？一、财运旺盛。额头中间有富贵坑的人财运极好，他们的财运仿佛总是从天而降，总是能有不小的收获。而且额头有富贵坑的人往往偏财运也比别人好，即便是什么也不做，也总能有意外之财，生来就不愁吃不愁穿，令人羡慕嫉妒恨，注定一生能高枕无忧，天生富贵命。二、感情曲折。额头中间有富贵坑的人，在感情方面会经历较多的挫折，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不善言谈，很少会主动，所以容易导致另一半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味的主动总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而且额头有富贵坑的人在感情中是比较容易放弃的一方，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放弃，感情来得急促而短暂。三、事业不佳。虽说天庭有富贵坑是富贵命，但免不了也有一些挫折。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额头有富贵坑的人大多在事业上容易碰壁，特别是招小人。各方面的优势导致他们容易成为小人的眼中钉，进而从中作梗。所以额头有富贵坑的人事业上需要提防小人，以防落入小人陷阱。四、机智聪明。天庭有富贵坑的人机智聪明，他们总是能凭借自己聪明灵活的大脑取得不错的成绩，令人羡慕。而且额头有富贵坑的人往往很懂得如何去讨人喜欢，他们的讨好既令人愉悦又不油腻，所以他们通常人缘也很好，遇到困难也总是有人出手相助，这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三、其他富贵额头面相。一、高额。男人富贵显达，女人事业好，婚姻不好。额头长得开阔，发髻高而整齐，额头平滑饱满，日月角俯角，天仓部位隆起，称之高额。高额的男人事业辉煌，功成名就，女人则事业一帆风顺，但婚姻不美。二、M 型额头。男人事业有成，
女人强势。额头发髻两旁一码部位凹入，形成英文字母 M 型。此相里的男人事业有成，女人比较强势，智慧多才。3. 尖凸额，男命事业稍坎坷，但也能有所成就。女命事业运强过丈夫，发髻天中部位称为鹰嘴形，但比美人尖稍短。男命事业运波折，需多努力方可有成。女命不怕辛苦，行动力强，无论男女，外出离家创业都能发达。4. 额头有痣，如果一个人的额头有痣，说明此人的天生富贵，属于有大富大贵之人。大家都知道，鼻梁上有痣之人，他们天生就是能聚财之人。额头上有痣，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属于天生能聚财之人。他们的发财机会比别人更多，事业发展旺盛，命中有贵人相助，属于最有富贵之人。一定不要把这里的痣点掉，否则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的财运。5. 额头宽广，命相学认为广额秀眉，文章之士，这种人天生属于有富贵之人。他们的头脑灵活，天生是佛缘深厚的人，属于有大智慧的人。他们就是能够获得比别人更好的机会，事业发展格外顺利，感情丰富，天庭饱满的人，他们就是富贵加身，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生必能发大财。这种人就是能靠着自己的智慧发财的种类，属于天生好福气之人。6. 额头圆润，在命相学认为，顶凸头圆必助明镜，神清骨秀，须加诗好。额头圆润之人，他们的眼光最好，最有远见，属于人中龙凤之人。这种人一生正能量充足，属于精力十足之人。他们的机会更多，事业方面发展将会有贵人相助，属于富贵命加身的好命相。这种人就是能得到好运不断，蒸蒸日上。这种人一生最能聚财，最能得财，属于必能够发大财之人。7. 额头伏羲骨，所谓伏羲骨，是指额头上出现一块凸起的骨头，当其呈方形且覆盖整个额头时，称为朝天伏羲骨，也叫方伏羲骨。有此面相的人，一生大富大贵，大名大寿，可享帝王之福，最次也是将相之才，可官居省长、部长之位。当伏羲骨呈长圆形，覆盖额头的2/3面积，称为巨鳌伏羲骨。有此面相的人，比第一种稍差，也是贵不可言，可操武权或文武兼备。当伏羲骨呈椭圆形，只覆盖额头中间部分，称为武库伏羲骨。贵气比前两种稍差，但也能够执掌权柄，富贵可期。8. 伏羲纹，所谓伏羲纹，就是额头有3道尾纹向上的纹路。但凡额头上有这种纹路，一生都不缺钱，长寿又富贵，也能得到众人的簇拥，当上头把手。9. 十字纹，如果额头上有一个交叉的纹路，就像一个大大的十字，这种称为十字纹。十字纹如果长在印堂的部位，的确不是善纹，一生辛苦。但如果像图示中一样，长在额头的正中间，那就是富贵发达的象征。10. 山字纹，额头有一个像山字，在相学中称为山字纹。
有这种纹路的人，早年运势很好，发达的早，往往年纪轻轻就能为官，一生安稳长寿。11. 日月角耸起。额头的两侧代表日角和月角，日月角耸起的人，一方面原生家庭条件不错，父母关系和谐，另一方面代表这样的人官运亨通，能财路双全。12. 额头有3、4条纹路。在额头的位置处，若是长有3、4条横纹，并且呈现大圆弧的形状，则这样的人性格积极乐观，做事有能力，干什么事情都能发大财，而且他们的能力出众，有责任心，有毅力，喜欢一条路坚持到底，最终无论是干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比较顺利，早晚会有非常不错的成就。常言道，额相定前程，额头的好坏注定一个人是不是能发达，会不会很有钱。那你的额相有以上这些富贵特征吗？当然，相不独论，以上内容只是给大家提供参考，具体还需要结合其他命相特征综合分析。堂是指两眉之间的距离，在面相中，印堂又称为命宫，也就是代表着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地方。人们通常观察印堂的形态纹路，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命运的起伏。那不同印堂面相的人命运如何呢？一起和大佬来了解一下吧。1. 印堂纹路看命运。1. 印堂悬针纹。所谓悬针纹，指的是印堂中间出现一道竖直而深刻的纹路，如针一般直插印堂，又名为斩子剑。拥有此纹的人，个性固执偏激，脾气异常火爆，做事冲动，不顾后果。他们独断专横，企图心极强，尤其体现在事业上。他们不怕失败，凡事决定了就会坚持到底，不到黄河心不死。这种刚直的性格也常常造就了他们获得成功。印堂有悬针纹的人，无论男女，都是命硬之人。男人有话克妻克子，女人有的话克夫克子。这类人到了中年，会有破败不测之祸，需要小心化解。如果女人印堂有斩子剑，第一胎是男孩也站不住，大多数都是生女孩。如果说这样的女人真的生了男孩，那她上一世一定中了善因，但最终孩子也不会生活在她的身边，因为斩子剑就是代表儿子远离自己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建议可以佩戴旺子女姻缘的吉祥物，使婚姻幸福美满，促使家庭成员和谐。2. 印堂双雀纹。印堂上有2道清晰可见的竖纹，被称为双雀纹，是典型的善纹。有此纹路的朋友，脑组织发达，事业心十分强，思想虽然保守，却十分周到，为人处事上也有条有理，韧劲十足，无论男女都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有此纹路的男性朋友，性子宁折不弯，总会在无意间得罪一些小人；而有此纹路的女性朋友，经常与老公有矛盾，婚姻状况不是很好，建议在丈夫面前态度要收敛，这样家庭方能幸福。3. 印堂川字纹。印堂处有3条竖纹的，称为川字纹。这类人心地善良，有正义感，懂得知恩图报，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地位与声誉，只是得失心较重，易固执己见，时而安详，时而暴躁，并且呼吸系统较弱，做事容易有失偏颇。男人印堂有川字纹是个富贵之相，这样的人会白手起家，干出一番大事业，但往往婚姻都不顺利，易夫妻不和，终年多灾。
女子有川字纹的，性格刚烈，不容易包容别人，婚姻容易出问题，且易招来官司口舌。4. 印堂镰刀纹。如果靠左边的眉毛近的有一条竖纹，叫镰刀纹，有这样纹的男人要特别注意，性格刚直，应该改改自己的脾气，否则你会因一时冲动而触犯法律。而且左边还代表父亲，会刑克父亲，所以父亲身体会不好的居多。5. 印堂杂纹。印堂有一团乱麻一样的杂纹，这样的人在30岁前后一定要格外注意。在这几年，流年正好走印堂运，不论是投资还是出行，都容易出现变故和灾祸，建议谨慎处事，少变动。不过，如果你印堂有不佳的纹路，也不要着急。一来，过了30岁，印堂的影响就会变小；二来，如果没到30，可以采取一些人为的手段，将纹路减轻或去除，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运势。6. 印堂伤害纹。眉头上方单独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伤害纹，又叫牢狱纹。若在左眉头名为伤害纹，其人易遭受攻击，或身体患有风湿类的慢性疾病。如果在右眉头则称为牢狱纹，其人一生必有一次牢狱之灾，拘留也算。7. 印堂悬针生角。悬针纹下面出现枝杈纹路，名为悬针生角，是一种降低悬针纹伤害程度的纹路。虽然同样六亲无靠，但祖德深厚，往往逢凶化吉，转危为安。这种纹路适宜追求一路功名。8. 印堂八字纹。印堂有形似八字的纹路，这种人一辈子活得比较劳碌，即使富得流油，仍旧会为了生活而奔波不已。他们也享受劳碌，一旦闲下来，反而会浑身不舒服。而且印堂处有八字纹的人长寿，善于思考，喜欢钻研学术，但心胸较不开阔，喜欢钻牛角尖，人际关系不佳，一生操劳，难主刑期。9. 弯钩纹。印堂指纹上端出现折角弯钩，是典型的凶纹，其人必定刑克父母，事业无成，并且最大特点是性格乖张而极端，必引祸而伤身。10. 印堂井字纹。印堂有井字纹者，高官可达，在企业里往往能独当一面，是领导之才。如是女性，往往是克夫之相。若印堂处有交叉纹的人，男克妻，女克夫，一生劳碌辛苦。11. 印堂仰月纹。仰月纹就是在印堂处长着像一道弯月的纹路，有此纹路的人生来就十分富裕，他们出身的环境好，因此能够从六亲中得到鼎力的支持，事业方面做得风生水起。因此这种纹路的人最不愁没钱花，一生福气满满。2. 其他印堂面相算命。1. 印堂凹陷。面相中认为饱满有肉的印堂是比较好的，印堂是福气聚集的地方，印堂饱满就说明这个人非常有福气。相反，如果人的印堂凹陷，就说明这个人福气不足，好的运气难以聚集，一生中运势都是不怎么顺畅的，多遇到阻碍，运势不稳定，时好时坏，导致他们的情绪也不怎么好，脾气暴躁，命运可以说是比较坎坷的。2. 印堂过窄。印堂过窄的人，说明他们想问题喜欢钻牛角尖，时常会有比较极端的想法，事情难以想开，性格上就会是比较冲动的，情绪不稳定，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这样的人很难开心起来，总是皱着眉头，更加不会有好的运气降临，一生孤苦贫寒，容易生病。
3. 印堂有痣。印堂有痣，这本该是个好的面相，被称为双龙戏珠，但谁知因为这颗痣不是正圆形，或者是正黑色，所以为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波折。本该属于自己的功名，都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如果说生活对他们不算公平的话，其实想想，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别人的感受。如果少年得志是他们的梦想，那么得志以后却只顾自己往上爬，这样的成功恐怕也会引来天怒人怨。4. 印堂有疤。印堂有疤的人事业发展不顺利，职场上的竞争很大，而这类人的竞争意识不高，容易在竞争中选择放弃。对这类人来说，竞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宁愿在职场上做一条咸鱼，靠着职场发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很难的。这类人经常会为了找工作烦恼。5. 印堂不平。印堂不平的人容易招惹小人，这类人喜欢高调过日子，这样的生活状态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但是也容易招惹小人的纠缠。这类人因为小人的纠缠而很难有好的发展，面对生活的时候，经常会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不值得的事情上面，很难有发展。6. 印堂开阔明亮。印堂位于两眉头中间的位置，又被称之为命宫，而通常的情况下，印堂的位置长得明亮开阔，看起来饱满有肉，则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心胸开阔之人，做事有主见，个人的能力比较强，日后一旦取得成功，必定会得到一番极高的发展，而且他们的事业运势发展的会比较高，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7. 印堂平整。印堂平整干净，没有恶疤恶痣，也没有什么杂纹，宽度也是刚刚好的人，身体健康，智商情商都比较高，就是性格上也比一般的人要好，而且有此面相的人，工作或者事业都比别人要顺利很多，一生运势较好，收获也是比别人多了好多倍。他们的好运算是自然来，贵人运还很旺盛。8. 印堂饱满。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外形饱满，首先象征的是其人头脑聪慧，擅长思考，有着出色的学习能力，是他们眼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聪明人。这类人大都学习成绩优秀，且运势出色，很少会在生活以及工作上遇到麻烦。其次，他们在社交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才能，有机会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快结合大佬讲的这些，看看你的命运如何吧。当然，相不独论，以上内容不一定完全准确，仅供参考，建议结合其他特征综合分析。眉毛是一个人脸部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便有以七彩之红来形容眉毛的说法，意为眉毛如彩虹桥一般精致美丽。屈原在《离骚》中曾这样描绘：众女觊觎之蛾眉兮，来体现绝代佳人的风姿绰约。眉毛在体现着形象的同时，也在传达着喜怒哀乐。喜悦时眉开眼笑，悲愤时横眉怒目。恋爱中的男女也可用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古人更是有喜上眉梢这一说法。可以说，若是没有眉毛，人们的情感传递将会大打折扣。眉毛不仅体现着一个人的面容，也体现着一个人的运势。为什么经常说眉开生运？因为眉毛是五官之首，在中国古代易经面相学中被称为保寿宫或兄弟宫。它的作用除了提升气质，让人变美，更是深深影响人的运势和气势。眉毛的颜色、形态、粗细和生长方向，
主管着包括健康、寿命、感情、财运、事业、性格在内的命理现象。如果精通面相，便可以从一个人的眉毛中看出其隐藏的一些秘密和人生轨迹。接下来，大佬给大家列举几种眉毛及相关运势，看看你的眉相如何吧。1. 眉毛短而宽。眉形短而宽，眉毛修长，眉身实又短，眉尾下弯。有此眉相者，个性孤僻暴躁，对人较冷淡，难得知心好友，一生运气不佳，早年艰难，妻迟子晚，身边没有贵人相助，日子过得较为清贫。2. 秀长的眉毛。眉毛的形状秀气且长，毛多见底，眉中位置则较断密，但易见底。有这种眉毛面相特征的朋友，多重信义，待朋友兄弟极佳。人缘好，一般兄弟多和睦，一生富贵非轻。人生当中遇到的贵人比较多，很容易就能够遇到好机会。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此眉形的代表人物。李嘉诚的创业之路可谓传奇，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一步步发迹到香港首富，且如今已达90高龄，幸运之神垂青一生。3. 左右眉高低不一。左右眉毛一高一低，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又称不齐眉。这种眉形的人多注重自己感受，不太理会外界看法，从小好胜，事业心强，所以有着强烈的竞争心理，自己想要的定要达到目的。著名影星范冰冰、张柏芝即是此眉形。这两位在外界一直是女强人的形象，且一直大红大紫，占据娱乐圈2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4. 剑眉。眉毛的形状宽长，眉尾稍向上翘，国剧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剑眉。这类眉相的人为人果敢坚毅，虽出生于贫苦家庭，由于刻苦奋斗，终必飞黄腾达。缺点是不大肯听取别人的建议，若是适当改变，当更令人心服敬仰。代表人物当属古装男神焦恩俊，凭借着一对英气袭人的剑眉，20年稳坐古装剧第1小生的宝座。5. 眉头聚，眉尾散。此种眉毛也称之为扫帚眉，为人容易感情用事，冲动时理智无法控制，兄弟虽多但无情义，后嗣不佳，晚年贫苦，感情比较混乱，容易因为感情而伤神，要对于男女感情方面的事情严谨一些为妙。6. 眉如新月。女性拥有这类眉毛可谓完美，不仅有财运，也有桃花运，为人理智聪慧，旺夫旺子，婚后多受丈夫宠爱，婆媳关系好，一生幸福。天生眉形不佳的女性可以选择做定妆眉，让自己也能拥有这类的开运幸福眉。国民女神高圆圆是标准的新月眉。演员赵又廷的星途一直不温不火，但与高圆圆结婚后才逐步被大众关注，且一年比一年火，好的作品越来越多，人气也越来越旺。韩国演员宋慧乔目前也是将眉毛梳妆为新月眉，不但收获了更多的人气，也收获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7. 眉低压眼。眉低压眼也压财，生就一款这样眉形的人，一生穷困潦倒，处处受排挤压迫。
性格懦弱而阴沉，有抑郁倾向。建议多和性格温柔的人相处，多和朋友谈心，把眉毛修好，对于改变运势大有益处。8. 眉毛分叉。眉毛分叉被称为交集眉，是在眉的中间或者尾部另岔开了一条眉毛，有点像个叉子，又像2条眉毛交集在一同。有这样眉的人会在人生的路途里饱受亲人挚爱的生离诀别之苦，性情飘忽，东摇西摆。假定作为女人，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时常会格外的多，如若眼再生的不好，便拖累到婚姻也会乱了。9. 眉如卧蚕。眉头既圆又弯下，眉尾上扬有势，毛色黝黑又有色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眉。具此眉相者多为聪明之人，机智活络，刚正又重信义，文武全才，少年就可以高人一等，功绩卓尽，可大富大贵。不管从事政治或者军事，都能取上格外嫉妒的告成。但兄弟之间不随意马虎接近敦睦。10. 一字眉。外形如中国字的一字，毛多而轻，长度稍较眼睛长些。有些眉相者亲情不雅念，较粘稠，多兄弟，兴旺较早，外表上虽是宽容温厚，内心却是坚韧武断，只需是自己经认为面对的事物，就会维持已经见而为之。这类眉主富且贵，佳偶齐眉携白头。11. 眉毛断裂者。在生活中，如果拥有断裂眉毛的人，感情生活会较为不顺。这样眉毛特点的人较为固执坚毅，因此很难与别人相处。一般来说，这样眉形的人与六亲关系淡薄，虽然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但是精神生活却较为匮乏。在早年时期需要经历很多的磨难，但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拥有稳定幸福的生活。12. 柳叶眉。眉形细而长，像柳叶，粗中带浊，浊中又自有清气。有此眉之人，心慈性善，为人聪明，交友忠信，重豪情而轻明志，随意马虎，过于信赖别人，而令自己经常吃亏。骨肉情疏，但面对朋友却很情笃。无论男女，皆难免多情贪欲。后世坤毅较迟，但会有贵人助，是以能繁华。13. 眉毛相连。所谓连眉，即2个眉毛连在一起，当然不是说连成一条眉毛那种，而是2个眉毛由于距离较近，中间会有一些细小的眉毛，彼此相连接，一眼看过去看不出什么，但如果靠近了仔细看，就会发现2个眉毛中间还有很多眉毛连在一起，只是较为稀疏而已。拥有这种眉毛的人一般气量比较小，容易生气，所以人缘不是很好。同时也是因为气量不大，做事情容易冲动，很容易会失去理智，继而导致自己做出一些错事，影响自己的前途。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成大事，日子过得也较为辛苦。14. 眉毛稀薄。眉毛比较稀薄的人，为人也比较刻薄，他们对于感情并不是很重视，甚至可以说有些薄情。或许早年生活还算不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让他们的生活很是孤独。
而且眉毛比较稀薄的人心机也比较重，喜欢算计别人，但算计别人的结果往往是损人不利己，虽然解了一时之气，但却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回报，让他们的生活越过越辛苦。眉毛对一个人运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天生没有一个好的眉形怎么办？若此时处于事业或生活的低谷期，不妨尝试着修改眉形来提升自己的运气。正心诚意，与人为善，才是提升自我、改变运势的根本。古语有言，眉为两目之华盖，实为面之威仪，乃日月之英华，主咸鱼辨别。由此可见眉毛在面相中的重要性。面相学家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眉毛的长短、粗细、浓淡，分析出他的性格、运势乃至命运。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眉毛浓的男人和眉毛淡的女人有着怎样的性格和命运。眉毛浓的男人一般都会比眉毛淡的男人有气概，浓眉毛的男人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比较阳刚的感觉。面相学认为，眉毛是看男人真性情的重要标志。在面相学上，眉毛浓的男人的面相是如何的呢？一起来看。眉毛浓且长的男人，眉毛长就是长过眼睛之外，眉毛浓长的男人有情有义，加上眉毛的头跟尾巴一致，就表示有始有终。眉毛长代表男人的情感是长久的，假如加上男人的印堂开阔的话，那么这个男人必定是重情重义之人。古今中外，重情重义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拥有这种眉相，他们重感情，拥有自己喜欢的异性，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将自己的优点展露给对方。眉毛相当长，同时长过外眼角的人有富贵之命。年轻人便长出了一两根白眉毛，这是恶兆，但如果长的眉毛又黑又长，则是好运兆。眉毛的位置较高的话，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宽宏大量。眉毛浓而短的男人，短浓眉指眉毛没有超过眼睛，且眉浓成三角。具有此眉的人意志刚强，且能力很强，这样的人往往不为权势做事情。具有此眉的人呢，很可能会有将才、武职等官运。古时的武将多此眉相。眉毛浓且粗的男人，眉毛粗的人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感情，洋溢着智慧和理性。眉毛粗浓的人恋爱专一，一旦认准了一个人，就会一心一意经营好这段感情。眉毛粗的人还是个多面手，不会盲目跟随潮流，对一些传统文化也抱有兴趣，是一位不流于潮流的有自己风格的人。眉毛粗的人往往比较急躁，脾气不好，但是没有心机，直来直去，对另一半有很强的占有欲，常常吃醋发脾气，所以另一半呢最好忍耐力强，不然难免吵闹。传统医学内经上说，美眉者是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也就是说，眉毛浓密、粗长、润泽，反映了精血气旺盛，身强力壮，代表着长寿。浓眉有阳的男人，一般来说，眉毛上面的角很清楚，叫阳；眉毛的尾巴没有分散聚在一起，而又很浓，叫做聚，给人感觉很 man， 很有气概，非常有异性缘。女生会对这种男人百依百顺。浓眉有阳的男人会给女性一种安全感，眉毛浓黑的男人表示感情很丰富，精力充沛，阳起来表示志气很高，做事情努力有拼劲儿。有这种眉形的男人会为家打拼创业。眉毛浓而急，拥有浓急眉毛的男人一般情感丰富，为人有激情，本身为人呢就很不错，又十分懂得珍惜身边的人，尤其是爱人，甚至甘愿为人上刀山下火海，是典型的痴情种哦，嫁给他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浓眉大眼的男人，浓眉大眼的男人大多非常讲义气，颇有长辈缘，也招姑娘们疼爱，无论做什么都比眉眼相不好的人要顺利。这种面相的人性格直白，重感情重友谊，是女性们择偶的第一选择。在人际交往中，性格刚强，不能够给人以温和的感受的，往往会遇到一些障碍，这样会影响到你的情缘，乃至与同辈人的关系。
眉毛宽浓、耳朵、嘴巴、鼻子、眼睛都比较大的男人，若妻子不是娇娇妻者，可能会处不来。浓眉双眼皮的男人，男人浓眉毛代表个性中有刚强的一面，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往往因为过分的直接而导致你们情缘的破坏。浓眉双眼皮的男人离婚率颇高，他们适合强势的女人、霸气外露的女人、颧骨高耸的女人、尖酸刻薄的女人，否则早婚离婚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浓眉双眼皮高鼻子的男人偏财运非常旺。浓眉单眼皮的男人，单眼皮的男人的个性一般都比较懦弱，而眉毛浓是勇敢冲动的表现。如果单眼皮配上浓浓的眉毛，这种懦弱的表现就会被中和。也就是说，浓眉单眼皮的男人个性中规中矩，不会太冲动，也不会太胆小，是个值得深交的人。浓眉的人无论他处于哪种阶层，他都能十分意志活跃。但如果眉形过浓的话，这种人便有狡猾的趋向，往往是自我中心的主义者。眉毛浓是男人的命中劳碌。无论古今，浓眉的人多数要挑起家中的担子，是家中的顶梁柱。眉毛浓、头发也浓的男人，敢爱敢恨，是十足的铁血男孩。说完了眉毛浓的男人，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眉毛淡的女人。无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眉毛淡都不是一种好的标志。那么眉毛淡的女人都有什么特点呢？该如何转运呢？眉毛有生长周期，所以自然脱落是正常现象。但是有些人天生眉毛黄而稀少，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在传统面相学里，黄眉毛、交加眉、杂乱眉、散菜眉等等，这样的眉毛都是不吉祥的。《黄帝内经》有云：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也。由此可见，眉毛长粗、浓密、润泽，反映了足太阳经血气旺盛；眉毛稀短、细淡、脱落，则是足太阳经血气不足的象征。眉毛浓密，说明其肾气充沛、身强力壮；而眉毛稀淡恶少，则说明其肾气亏虚、体弱多病。肾气足，则性欲自然就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眉毛淡且比较短的性格，眉毛淡薄的女人性格比较温和，如果在生气的事情，也很少有冲动之举。眉毛短的女人一般都是依赖性非常强的，喜欢让男人捧在手心里才有安全感，属于是小鸟依人的类型，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心机型的可爱女生。但是眉毛长的女人就是比较任性有个性的类型，一般是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眉毛稀少的人比较敏感，眉毛稀少的女人做事情都比较敏感，愿意加上自我的因素，总是相信第六感，整天把自己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警惕性非常高，没有太过知心的朋友，性格孤僻。眉毛稀少再加上眼睛无神的女人，情绪变化得非常快，一般男人都适应不了，神经质接近病态的感觉，而且做什么事都坚持不到最后，总是半途而废。眉毛淡黄色的女人冷漠无情，眉毛重的人重情，眉毛淡的人薄情，这是古人几千年的经验之谈。眉毛代表情缘宫，如果眉毛淡的女人在对待感情上不是很热情，那种让你感觉出非常热情的也不是出自真心，在夫妻感情上也是比较冷的类型，和家里人疏远的时间久了也不会有想念的感觉，他们的感情世界是暗淡无光的，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离开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这是眉毛重的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这样眉毛的女人在婚姻感情上基本是没有什么好的归宿。眉毛淡的女人如何转运？第一，眉头画眉毛，这样命运会有所改观。第二，身上或者车上长时间佩戴绿色小饰品。第三，在城市的东边或北边工作可转运。第四，多结交朋友，善知识可以帮助转运。第五，家里摆放柱状型物品或者龙形风水物品。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面相学中10分看相，7分看眼。眼睛是相学中最重要的部位，从一个人的眼中可以观得精神、气魄、胆识、富贵、智慧和身体健康等。一个好的眼睛面相需要是眼珠眼白黑白分明，眼神炯炯有神的，
其次就是眼睛的形状。下面我们从面相学的角度来深入了解一下不同的眼型分别代表一个人的什么特征。为方便理解，接下来将遵循中国古代的划分法，从形状、象形两方面来介绍眼型。一、阴阳眼。以前的八卦书里把单眼皮叫做阴，双眼皮叫做阳，所以后来凡是两只眼睛不对称，叫做阴阳眼。阴阳眼听起来比较灵异和可怕，但这里的阴阳眼跟宗教没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小眼。我们都知道宋朝大清官包拯就是阴阳眼，其实他的画像只是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流传下来说他死后会到阴间会审鬼神，这些都是迷信讲法，主要表达他为官清正、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象征。其实一般人的五官都不是绝对对称的，只是不怎么明显。生理学的解释是左脑管理性，右脑管感性，左右脑发展的程度不均匀，就会导致左右脸看起来不太对称。一般来说，左右眼大小明显不一样的人，由于左右经常不协调，所以性情必然多变，否则就是他自己的观念已经失去客观平衡而不自知，会习惯性的依据没有定性的主观来判断事情，让人捉摸不到他真正的想法。大小眼的人不论男女，看事物有两套标准，心思缜密敏感，一般都比较聪明，但情绪起伏也比较大。徐子珊、张靓颖、张钧甯都是比较明显的大小眼。二、杏眼。杏是圆的，顾名思义就是像杏核一样的眼睛，特别是睑裂宽度比例适当，外字角较圆钝，眼瞳、眼白比例适当，眼皮褶皱少，多为内双，眼神干净清澈，常给人清纯较憨的质感，比同龄人更显饱满年轻。杏眼男性，长着杏眼的男性相对来说比较文弱，属于可爱型的，一般不具备所谓的男子气概。这类眼型的男性很受他人待见，他们在很多场合中总能够凭借自身的魅力调动气氛，是救场王。 TFBOYS 的王源就是杏眼。杏眼女性，杏眼女人可以说是万人迷。生有杏眼的女性，眼睛水灵秀气，水汪汪的眼睛楚楚动人，非常可爱漂亮。这类女性天生懂得照顾人，温柔体贴，是男人们的杀手锏。张柏芝、应采儿、宋慧乔、贾静雯都是杏眼。三、新月眼。新月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两边眼角弯，如新月，清秀细长，见人总是笑眯眯的。眼角下弯更有魅力，两眼角上弯就不太好看。新月眼男性，生有新月眼的男性心思细腻，善于观察，他们能够发现身边细微变化的事物，因此这类男性做事情比较少出现错误。不过他们生性好玩，缺乏进取心。回忆一下，你知道哪些是新月眼的男性吗？新月眼女性，新月眼的女性个性温柔贤淑，善解人意，比较随和，因此人缘好。不过他们意志比较薄弱，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容易被身边的事物所迷惑。何洁、周冬雨、钟楚红还有汤唯都是细长的新月眼。四、桃花眼。桃花眼眼睛长，上眼皮弯曲弧度较大，双眼皮又深又宽，内眼角尖而较内陷，外眼角细而略弯，眼尾很长。桃花眼不笑时形状似桃花花瓣，眼神迷离，媚态毕现，眼睛含笑时眯成两道月牙，十分勾魂。桃花眼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长着桃花眼的人平时看上去总像没睡醒，眼神略涣散，没有焦点，目光却浮露在外。好的桃花眼还要配以色泽鲜润的卧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魅惑。桃花眼男性，若是男子长了一双桃花眼，则满眼风流，让人心神荡漾。桃花眼女性，若是女子长了一双桃花眼，则其眼神似醉，而又楚楚可怜。正所谓一枝梨花春带雨，陈好、王祖贤便是这种眼型。五、柳叶眼。眼型较之杏眼要细一点，扁一点，形如柳叶。柳叶眼又称媚似眼，有媚似眼如丝的意思。拥有这样的眼睛的人还是挺好看的，因为眼眸流转间会带点天生的魅意。狭长的眼型近看也是较为深邃。倪妮、李准基就是这种眼型。
6. 铜铃眼，铜铃眼眼睛圆的像铜铃，这里区分一下铜铃眼和圆眼。圆眼比较偏向于眼睛的轮廓比较圆和大，而铜铃眼形容更加偏向于瞳孔的圆和黑。铜铃眼睛里面就像有颗铃铛一样的咕噜咕噜转得很有神，又黑又大的瞳孔很摄人心魄的感觉，就像戴美瞳和没戴的区别。赵丽颖既是铜铃眼又是圆眼。7. 下垂眼，下垂眼又称下斜眼，正面看呈八字形，眼尾处下垂。女生若拥有下垂眼的话，不仅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给人的感觉也会比较可爱。这也是小垂眼翘楚徐若瑄40岁能够演女学生的原因。在相学中，除了用桃花、杏核、铜铃等来形容眼睛外，还把眼睛和动物做类比的，比如凤眼、龙眼、狐狸眼、犬眼、鼠眼、猫眼。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先人们实在太有观察力和浪漫情怀了。1. 凤眼，指小眼角向上的眼睛，可分为锐凤眼、睡凤眼、丹凤眼3种。锐凤眼，眼睛细长，瞳孔比较接近眼角，瞳孔上方有1/3为上眼皮所盖，眼尾上翘，其眼光流而不动，迷人而富有魅力，个性温柔，充满温情慈祥，只是好奇心重，容易轻易相信别人，如能坚持走正道，前程光明灿烂。睡凤眼，眼睛细长，大半个瞳孔都被眼帘盖住，林黛玉就是睡凤眼。丹凤眼，眼睛类似一种眼角上翘并且狭长，类似丹凤之眼，其典型特征是内眼角朝下，外眼角朝上。《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就是著名的丹凤眼。2. 龙眼，龙是我们想象中至高至上的神奇动物，谁也没有看过真正的龙，所以只能说是理想的象征。被认为是龙眼的眼睛单眼皮，眼头圆形，眼尾细长，眼脸裂阔，极具威严气质，眼珠黑白分明，炯炯有神，尤其是当其所有决心采取行动时，眼光更是光彩四射发亮，如别的部位配合得好，一定能成功扬名而富贵。3. 狐狸眼，狐狸眼就是我们常说的媚眼、狐眼。狐狸眼眼睛头部比较低，带着点勾圆，眼尾部为上翘，眼睛中间部分呈现正方形，眼睛为黄色，看起来很妖媚。狐狸眼男性，狐狸眼长在男人脸上就会比较花心，他们和桃花眼男人一样是情场高手，专门玩转爱情游戏，证明自己的魅力。狐狸眼女性，有狐狸眼的女性看起来特别魅惑，男人们常被这眼性的女人勾引。这类女人非常缺乏安全感，但同时这种眼型的女人冰雪聪明、机灵，从不吃亏。张曼玉、范冰冰还有秦海璐都是狐狸眼。4. 犬眼，犬眼呈三角，情色或黄或青，看东西的时候目不转睛，看起来很认真。犬眼的人常常侧头斜视，生性机敏乖巧。犬眼男性，长有犬眼的男性聪明机灵，反应超快，能够机智地处理突发事件。不过这类男性在礼仪方面较差。犬眼女性最八卦的人非这类眼型的女性莫属，不过她们的智商过人，可谓冰雪聪明，也比较古灵精怪。路易的女儿贝尔的眼睛就有点像可爱的狗狗眼。5. 鱼眼，鱼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圆、凸露、昏黄，略带水光，上眼皮靠近眼梢1/3的地方往下垂，好像盖住眼珠一样，眼白浑浊不清，整只眼看上去毫无光彩，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戏称的死鱼眼。死鱼眼男性，长有鱼眼的男性身体比较虚弱，看起来一副软绵绵的样子，没有男子应有的气概，经不起大风大浪，做事情有头无尾，不能够坚持到底。鱼眼女性，女性生有鱼眼并不好，这类女性的多愁善感，天生体弱多病，打小父母就为她们操了不少心。6. 猫眼，猫眼短而圆，瞳仁略带黄色，看起来亮晶晶的，非常有神。这样的人温和单纯，家中富足，能力很强，一生常常能够得到贵人物的垂青。猫眼男性，猫眼男性适应能力非常强，很有才干，而且是个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这类眼型的男人既懂得赚钱，又懂得如何享受，可谓活在人间的仙人。猫眼女性性格单纯温和，喜欢一个人独处，静静地享受自己的一片天地。她们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和这类眼型的女子在一起，你一定会觉得生活很有趣味。周韵、赵薇和舒淇看化妆之后的照片都有点像猫眼。7. 鼠眼。鼠眼的特征是小血圆，情黑若漆。由于受鼠目光、贼眉鼠眼等成语的影响，人们对长着鼠眼的人会有天然的偏见，认为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不够诚恳。不过这些都是误解，面相跟人的品行之间不能简单粗暴地划等号。鼠眼女性，生有鼠眼女性多相貌不佳，她们也因此而感到自卑。这类女性自幼多被人忽略，从而造成了她们极度的没有安全感。鼠眼男性通常比较精明，且长相喜感有特色，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小品、相声演员和主持人都是鼠眼男性，如巩汉林、杜海涛、小沈阳等。下巴属于面相中的一部分，虽然不是主运，却与人中一样，管着你的晚年运及人生福气，所以小事不得。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从下巴来看你人生的祸福呢？1. 方下巴，事业成功，寿命长。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比较方阔的话，这种人一般做事很有原则，而且很有上进心。不过自尊心太强，非常的爱面子，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容易得罪人，所以朋友很少。不过这种人目标感非常强，做事也很有条理，做事认真，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身体健康，容易长寿，事业也容易获得成功。对待感情比较的理想主义，也比较的专一，对事业很有进取心，还有着很强的责任心。男人方下巴，性格强硬，一生忙碌；女人方下巴，做事果断，异性缘好，但意志力不强。2. 下巴长，聪明能干。下巴如果长得比较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内心比较的正直，做事积极而主动，稳重而大方，而且很有坚持力，能够有始有终，不喜欢中途放弃，并且精力充沛，重情重义，乐于帮助他人，人缘非常的不错。女人下巴长，外刚内柔，家庭责任感比较强，做事有条理，懂得精打细算，但是掌控欲强，家中容易出现女强男弱的现象。男人下巴长且宽，属于典型的实干派，有着很强的领导力，但比较的大男子主义，对家庭缺乏关心和重视。3. 圆下巴，女有福，男有财。如果下巴长得较为圆润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温和，心胸豁达，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和包容心，待人谦逊有礼，而且这种人不论男女，大多非常的顾家。男人长有圆下巴的话，大多性格温顺，子女贤孝有出息，事业和爱情都比较顺利，而且很有责任感，待人也非常的真诚。虽然缺少一些灵活和冒险精神，但特别的可靠稳妥，一生安稳幸福。女人下巴圆润的话，大多非常的善解人意，懂得为他人着想，人缘非常好，婚后旺夫兴家，晚年富贵有福气。4. 下巴短，晚年无靠。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较短的话，这种人头脑聪明而理智，但是想法容易不切实际，有一些神经质，性格方面比较的善变。男人如果下巴较短的话，大多行动力不强，属于那种想法比较多但做的很少的类型，做事不够主动，也不善于交际，人际关系一般，事业上难有太大的作为。女人如果下巴过短的话，考虑问题比较现实，但做事没有长性，容易见异思迁，家庭稳定性比较差。5. 蟹下巴，一生漂泊。蟹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向后缩，这种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向，个性也非常的不稳定，做事有时会比较任性，缺乏耐心，而且思想容易走极端，做事有时候不考虑后果，容易半途而废。这种人理财能力和攒钱能力比较差，处事比较武断，感情不太顺利。
相书中有云：下巴后缩，家里没窝，晚年生活比较孤苦。男人长有蟹下巴，大多缺乏自信，一生比较平庸；女人长有蟹下巴，缺乏耐心，做事比较怠慢，婚姻不理想。6. 兜下巴，事业成功，晚景无忧。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小巧圆润且向前方翘起，正所谓下巴有兜，一生无忧。长有兜下巴的人大多比较自我，做事坚持，而且爱好广泛，很有才华，异性缘非常的好。男人如果长有兜下巴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顾家，个人能力也比较强，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女人长有兜下巴的话，个性温和，容易相处，而且富有爱心，家庭责任比较重，对长辈孝顺，工作时也很积极热情，家庭和谐稳定，晚年富贵无忧。以上6种下巴，你是哪一种呢？人的下巴面相能够预测晚年生活是否安定，以及与晚辈的相处情况。在面相学方面说，下巴圆润者晚年生活安逸，下巴尖尖削者晚年辛苦。但是面相仅提供参考，不能一概而论，生活好坏也是与人的努力有关。无论我们拥有怎样的下巴，都有能力让自己过上幸福的晚年。下面接着来看晚年生活如何看下巴面相。1. W 型下巴。W 型下巴也就是下巴中间稍有凹进去，呈现微微的 W 型。有这种下巴的人较具有个人魅力，并且晚年体力不衰，老当益壮，生活丰富精彩，持续发光发热，是晚年运不错的下巴。譬如著名美女影星林青霞和麦克道格拉斯，下巴就是呈 W 型的。呈 W 型的人审美观佳，在艺术美学等创作方面有不错的表现，不喜欢庸俗平凡的事物。由于感情丰富又有魅力，恋爱机会往往很多，但奇妙的是，他们却能做到巧妙控制恋爱节奏，懂得自制，不至于因滥爱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人老而心不老的持续尝试各种事物，将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晚年。2. 尖削的下巴。下巴尖削的脸比较常在女性身上看到，俗称瓜子儿脸。由于这种脸型迎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观，因此常得异性喜爱。年轻时的运势是左右逢源，颇吃得开，但是这种下巴晚年运势平凡，因此年轻时需培养节约储蓄的观念，钱不可使尽，且心存厚道，晚年才得以安然地颐养天年。若下巴不止尖削，还同时后缩的话，稍稍后缩是 OK 的，表示个性谦和淡泊，不与人争。若下巴后缩明显严重，表示脑部发育不完全。面相是人体五脏六腑形于外的展现，且个性太过敏感，常会做错决定，晚年辛苦，要把神经练得大条一点。3. 宽厚的下巴。下巴宽厚丰满的人一般晚年运很好，也较得晚辈部属的拥戴。下巴的肉以结实为佳，如果肥肥软软的，这种虚胖的肉不值钱，只是代表常得口福，并不代表晚年幸运。下巴又圆又大，结实丰满的人，待人处事富人情味儿，多能营造家庭温暖，晚年的婚姻和财运都不错。就算是做不婚族的单身王老五，也是凡事看得开，想得开，烦恼不上心，晚年是过得乐天知命，快活，逍遥得很。4. 下巴有痣。黑色红色的痣为美痣，咖啡色灰色边缘不整齐的痣为恶痣。下巴有美痣的朋友能得到部属及晚辈的效力和尊重，晚年生活常常不虞匮乏，能有福气居住到好的住所，所谓福地福人居。女性婚前不乏男生喜欢，婚后也是工作与家庭都能打理得很好，是很好的相。相反的，下巴有恶痣的朋友晚年必有一失，状况轻一点就是住所不佳，容易住到出状况的房子，譬如海沙屋或凶宅，
更有甚者，晚年将无法守住祖业及打拼成果。更不好的可能性是和后辈处不来，事业和家业被下属儿女败光，老运因此坎坷。庆幸的是，志向与其他征兆相比，是影响命运较轻微的。5. 双下巴。双下巴是一种福相，大家不要误以为双下巴就是肥胖造成的。双下巴的形成和修养心地有关，和胖瘦无关。许多瘦子也有双下巴，心地好，修养好，有度量，双下巴就慢慢的日积月累跑了出来。许多人是中年以后生出双下巴，有双下巴的朋友自然而然就广结善缘，财运特别好，常有意外之福，还和房子特别有缘，不动产的运气佳。人家买屋是勒紧裤腰带，苦哈哈，你是不知不觉就赚到2、3间房，做无壳蜗牛的几率甚小。双下巴的女性能得家人敬重和老公疼爱，晚年很幸福。在汉语中，形容美人的词语有很多，比如肤如凝脂、顾盼生辉、明眸善睐、巧笑嫣然等。其中有个成语叫梨涡浅笑，梨涡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窝的其中一种。脸上有梨涡的女人有一种独特的美感，所以梨涡浅笑也是评价一个美人的标准之一。那么从面相上看，有酒窝的女人好吗？在个人运势上又有什么表现呢？有酒窝的女人的性格命运。酒窝的形成主要是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在现代的话可以通过一定的科技手段后天形成。当然，后天形成的酒窝是需要通过手术改变一些脸部肌肉，但这就会对面相造成些许破坏。从面相角度来看，这就是等于破相了。不过酒窝的确是能够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尤其是当女子微笑时，会令面部表情更加生动活泼，给人一种可爱温暖的亲近感。所以就算是通过手术，不少女生也是希望自己脸上能有一对酒窝，为自己增添一份独特的魅力。那生来就有酒窝的人，在性格和命运运势方面又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容易少年得宠。小孩子拥有酒窝，那么很容易获得长辈的喜爱，这也是源于酒窝对孩子面容的可爱加成。长辈们往往会更为疼爱那些笑起来极为甜美的孩子。可以说，如果小孩子拥有酒窝的话，那么他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收获宠爱。第二，性格随和温婉，外柔内刚。有酒窝的人一般性格比较随和，好相处，脾气很好，但不是那种软弱无力、任人拿捏的人。每个人都会有一条不可触碰的底线。他们虽然有一颗温柔温暖的心，但是如果是触及到他们的底线，或者一旦他们坚定某件事时，也会有很有坚持的态度。这个时候他们身上就会表现出一种很有韧性的特性，可以说是外表柔和，但是内心刚正，外柔内刚的一种人。当然每个人的性格除了先天因素，更多的也是受后天因素影响。他们中不乏性格柔弱的人，一旦这种性格放大，不免就会变成多愁善感之人，容易伤感和自卑、懦弱、顾影自怜。第三，感情多桃花，难稳定。脸上有酒窝的人，因为有一种独特迷人的美感，很受异性的青睐，加上他们性格随和，与人相处起来容易令人感到亲近，所以他们在感情中从来不乏追求者。但是追求者多，并不意味着正缘来得快，反而容易令他们招惹到烂桃花。即使不是出于本意，他们也时常因为别人的示好而被卷入多角恋情的感情纠纷中。在不明真相的看来，他们也很容易因为感情之事受到误解和中伤。所以桃花多的他们有时反而会被耽误正缘，感情很难稳定。第四，事业上多贵人。上面说到，因为他们性格好，在感情上容易受到烂桃花的干扰，但是在事业上，性格好却是帮助他们事业成功的一大重要利器。而且酒窝位于奴仆宫附近，关系着一个人的同僚和交友关系。酒窝如小圆坑，越深越能够帮助积攒下不错的人脉。大家都知道，在事业上除了能力和资金，人脉是最重要的。
他们在交际中善于发挥自身的性格优势，通常会有很好的人缘，贵人运很好。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在企业发展，都会遇到不少贵人帮扶。如果他们本身就具备不俗的工作能力和商业头脑，在事业上的成就会更大。第五，身体娇弱，体质较差。一般脸上有酒窝的女人体质比较差，尤其是脾胃功能比较虚弱，在少年时期就常出现肠胃方面的疾病，影响营养吸收，这对后天的发育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时常生病也会影响个人的心理发育，容易感到悲观。所以他们很多人在面相上看起来就会带有一些病容，给人一种娇弱的感觉。如果成年之后还不注意健康保养，会时常犯肠炎和胃病，老年和医院打交道的机会会比较多。第六，晚年运势不好。有酒窝面相的女人晚年的运势不怎么好，尤其是到了49岁以后，运势有所变化，慢慢开始走衰运，生活也过得越发不如意，衰运不断。所以有酒窝面相的女人要注意早年多行善，多积福，多为自己的晚年做好筹谋。第七，酒窝长在法令纹内易争吵。一般来说，如果酒窝长在法令纹以内的人，容易与外人发生争吵，例如朋友、上司、同学、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等等。而酒窝长在法令纹以内面相的女人，则容易与家里人争吵，与家里人的沟通时常会发生好多矛盾，无法达成一致的想法。第八，不易创业。对于女人来说，有酒窝特别容易招惹到烂桃花和遇人不淑，而对于男人来说，有酒窝的一般不利于创业，因为酒窝的位置承接一个人的奴仆宫，奴仆宫不但主交友，也代表了与下属之间的关系，所以有酒窝的男人不利于去御下，在创业的途中会容易出现被人背叛或者下属不服从、管事从事等。一般有酒窝的男人由于承接奴仆宫位有缺陷，所以在事业上难以独当一面，不利于创业。有酒窝的人男有孝子或者聪明儿子，女有孝女或者聪明女儿。如果只是一边面孔有梨窝，则男左女右，左边脸则有孝子，右边脸则是有孝顺女儿，男女同论。天生的无论都是最好的，无论是头发还是脸部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不需要过多的去修饰。有酒窝的人是天赐自然的美丽，即便从相学上来说可能也有不好的运，但是人的命运多靠自己80%的努力，一命二运三风水，只要命好运好风水好，相信一切都会扭转乾坤。说婚姻有7年之痒，其实很多婚姻都经营不到7年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很多离婚的悲剧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性格，而命理中常说有什么样的面相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格，所以面相是最能体现女人婚姻好坏的标准。那什么面相会导致女人离婚呢？这个又可以分2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自身面相不好，另一方面是配偶面相不好。大佬今天从这2方面做了一些总结，接下来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这个问题。一、容易离婚的女人面相。一、颧骨尖耸无肉。颧骨在相学中称为颧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对于权力和利益的欲望野心。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高耸无肉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强势，热衷于名利和金钱，为了达到目的，做事可以不择手段，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霸道蛮横，人缘不好。在家中掌控欲极强，凡事都要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行事，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妻夺夫权，很少有男人能够忍受。在生活中容易发生矛盾和争吵，一婚难白头。二、鼻子尖削露骨。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库，也叫财帛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对女人来说也为夫宫，代表着丈夫运势。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尖削露骨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急躁，为人非常自私，凡事只考虑自己，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经常喜欢乱发脾气，而且特别挑剔，
对于另一半要求非常高，容易嫁一个没出息的丈夫，经常挑对方的过错，嫌弃对方没本事。如果对方能力太强，又受不了他们这种个性，婚姻容易出现危机。3. 印堂窄小。印堂在相学中称为命宫，位于两眉之间，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度量和命运前途运势。如果女人的印堂部位长得较为窄小，宽不足1指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内心非常的狭隘，度量狭小，非常小心眼，爱记仇。在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尖酸刻薄，小气而自私，也不太会讲话，非常没有眼力劲儿，人际关系比较糟糕。在家中也是如此，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也不懂得给丈夫留面子，对婚姻非常不利。4. 腮骨过宽。腮骨在相学中也被称为反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忠诚度和人际关系。相书中有云：勾鼻旁腮不可交，其中的旁腮指的就是腮骨过宽。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霸道，也非常固执，决定的事情10头牛也拉不回来，也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刚愎自用，报复心还比较强。如果你惹得他们不痛快的话，一定会想尽方法让你比他更痛苦。而且精于算计，眼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容易做出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毫无感恩之心。一旦得势，喜欢仗势欺人，得理不饶人。在家经常欺压丈夫，容易离婚。5. 美人尖长痣。所谓的美人尖，指的是额头的正上方中央部位的发际线下垂呈尖状。有美人尖的话，会使得整个脸型看上去非常漂亮。如果此处长痣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样貌清秀，形象较好，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桃花运非常旺盛。这种女人一般对于自己的容貌非常在意，也非常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味，不喜欢马马虎虎过日子，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很受异性的追捧和喜欢。婚后依然如此，选择太多，容易做出一些不忠于家庭的事情。6. 嘴唇上方长痣。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感情厚薄。如果女人的嘴唇上方长痣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开朗活泼，处事大方得体，很有人格魅力，特别受异性的欢迎。不过在感情方面也比较开放，从来不懂得拒绝，再加上自身出色的交际能力，能够在各种场合下应付自如，婚后也不会改变。喜欢与异性玩暧昧，经常会给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使得婚姻方面不是特别顺利。7. 眼白长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白处长痣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少见。如果一个人双眼浑浊且眼白处长痣，这种女人大多眼神比较妩媚诱人，对异性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不过这种女人一般功利心非常重，贪图于物质和享受，属于比较拜金的类型，而且考虑问题时也是眼里只有自己，很少会在意别人的想法和看法。不论是对待感情和事业，主动性都非常强，身边的烂桃花较多，容易插足别人的婚姻，一辈子感情不顺利。2. 不能嫁的男人面相。1. M 字额，桃花多。所谓的 M 字额，指的是额头和发际线中间低，两边高，整个发际线呈 M 字状。在面相学中，这种额头的男人大多性格开朗，玩心比较重，也很有艺术方面的天分，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男人大多放荡不羁，不喜欢受到约束，对待感情也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身边的桃花运比较旺，容易背叛另一半。2. 额角低，前途差。所谓的额角低，指的是额头的发际线到眉毛之间的距离比较低窄。额头主一个人的智慧和事业运，
这种男人大多智慧不高，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判断力和学习能力不强，而且目光比较短浅，难有太大的成就和发展。而且这种男人大多出身不是特别富裕，遇到困难时也得不到家中的帮助，缺少贵人提携，事业发展不顺利，进取心也不强，嫁给这种男人就等着吃苦受累。3. 鼻梁线，没出息。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帛宫，主男人的事业运和财运。如果男人的鼻梁长得塌陷无势的话，这种男人大多缺乏主见和魄力，自信心不足，而且行事比较粗心，也不太懂得关心人，遇事喜欢随波逐流，依赖心非常重，遇到一点挫折就会六神无主，遇到点失败就会一蹶不振，所以注定难有什么作为，事业上也很难有太大的成就，一生注定碌碌无为，没啥出息，难有出头之日。4. 耳骨突，不细心。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和健康。如果一个男人的耳骨长得较为高凸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做事也比较粗枝大叶，不够细心，凡事只顾自己的感受，从来不懂得关心他人，而且叛逆心很重，喜欢与人对着干，非常不靠谱，不能在物质上给予对方安全感，不能在心理上给予对方安慰。5. 眉骨突，臭脾气。眉毛代表一个人的脾气和性格，眉骨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眉骨长得较为高凸的话，则眼睛就会显得内凹，眼神内藏，这种人大多心机很深，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什么。性格方面也比较容易冲动，对于自我情绪的控制力比较差，有着很强的争斗心，树敌较多。脾气非常不好，一旦动怒，做事完全不顾后果，甚至会有暴力方面的倾向，严重者还会惹上牢狱之灾。6. 眉毛乱，性格怪异。眉毛在相学中称为情缘宫或兄弟宫，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人际关系。相书中有云，眉乱则心乱。如果男人的眉毛长得较为杂乱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和脾气都比较怪异，内心比较焦躁，做事缺乏耐心和定力，容易冲动。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感性，容易意气行事，而且说翻脸就翻脸，情商比较低，因此人缘非常差，特别容易得罪人，难有什么出息。7. 鱼尾纹齐整，花心多情。眼睛尾部的部位也称为鱼尾，眼尾的皱纹称为鱼尾纹。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从一个人眼位的纹路状态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和对待感情的态度。一般来说，人上了年纪都会有鱼尾纹，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眼尾的鱼尾纹长得就比较齐整的话，这种男人大多对待感情也比较花心，总是三心二意，内心非常躁动，对感情缺乏忠诚，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对感情没有责任心，还是远离为好。8. 额头太高，四处留情。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见识，如果男人的额头长得较高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智商较高，头脑灵活，也很有见识和能力，很容易得到女性的青睐和欣赏。不过这种男人一般眼光也比较高，对于另一半选择非常挑剔，在感情上喜欢玩心眼儿，也比较花心，很多时候都是只谈情却不愿意结婚。凭借着自己在事业方面的成功和收入较高，容易四处留情，不可不防。婚姻是需要维护的，不管你们之前的感情有多么好，但是一旦踏入婚姻殿堂，那么就需要更加用心地维护双方之间的关系。要知道，爱情是婚姻的开始，但是并不是维持婚姻长久的办法。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财运旺盛，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好的财运。从相学的角度来看，面相确实可以分析出一个人的财运好坏。
有的人天生会赚钱，会存钱，有的人天生贫穷，还难有积蓄。那从相学角度分析，哪些面相财运好，哪些面相财运差呢？大佬今天教大家通过面相了解财运。首先教大家5种了解自身财运好坏的方法。1. 看眉毛的聚散、浓淡和长短。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和人际关系。一般来说，眉毛稀淡的人一般比较大方，虽然对金钱看得也比较重，但是更看重怎么去赚钱。缺乏理财意识和存钱意识，花钱时也不知道节省，聚财能力比较弱。而眉毛柔顺且长的人，大多性格非常的谨慎，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花钱也比较的谨慎，聚财能力较强。而眉尾散乱的人，一般性格比较急躁和冲动，非常的不喜欢麻烦，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对于金钱看得不是很重，聚财能力比较差。2. 看眼睛的大小、眼皮的单双和眼珠的黑白比例。眼睛在相学中也称监察官，代表着一个人的观察力和心理活动。从眼睛的大小方面来分析的话，眼睛大的人一般心思单纯，待人也比较的真诚大方，守财意识较差一些。而眼睛小的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谨慎，也比较有心计，对周围的人也比较小气，守财观念较强。从单双眼皮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双眼皮的人爱花钱，单眼皮的人爱存钱。当然这不是绝对，但大多数如此。而眼白较多的人大多比较自私，对自己也比较好，花钱意识较重。而黑眼珠较多的人大多头脑聪明，考虑问题较为长远，存钱意识更强。3. 看鼻子和鼻孔的大小。鼻子在相学中也为财库，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存钱能力。如果一个人的鼻子大但鼻孔小的话，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小气，凡事喜欢与人计较，对待周围的人也比较抠门，不大方。虽然存钱能力较强，但是财运不好，会有小财，但不会大富。而如果一个人的鼻子较小但鼻孔较大的话，这种人一般为人比较豪爽，对人也非常大方，花钱起来也是大手大脚，不知道节省。虽然存钱比较困难，但是也容易挣到大钱。4. 看嘴巴的大小和嘴唇的薄厚。嘴巴也称出纳宫，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钱财的进出能力。嘴唇的薄厚代表着一个人情感的薄厚。一般来说，嘴巴大的人财运较好，但是性格豪爽，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大方，花钱较多，守财能力较差一些，但是开拓能力比较强，挣的也多。而嘴巴较小的人一般做事缺乏魄力，相对比较节俭，守财能力较强一些。嘴唇较厚的人一般物质欲较强，比较守财，而嘴唇较薄的人一般好大喜功，贪慕虚荣，喜欢透支消费，存财能力较弱。5. 看痣的位置、大小和颜色。俗话说面无善痣，痣只要长在脸上，对人的整体健康和运势而言都是不好的。但是根据痣的位置、大小和颜色的不同，也可以分为吉痣和凶痣。一般来说，如果痣的个头较大且颜色灰淡的痣，大多皆为凶痣。长有凶痣对个人的财运都是不利的。而若是痣的颜色红润，个头比较小，或者痣上长毛的话，在相学中皆为吉痣，对一个人的财运和守财能力皆是有帮助的。至于位置，这个要具体分析。不过因为鼻子代表着财富运，一般来说，长在鼻翼、鼻头或是鼻梁部位的痣，大多皆是对财运不利的痣，是会导致命主破财的。上面教了大家一些了解财运好坏的具体方法，
接下来大佬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大富大贫的面相特征。一、鼻直印起，富贵无比。鼻直印起指的是鼻梁挺直有力，印堂平满。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正直，做事积极，非常有志向，做事也特别坚持，心胸宽阔，富有宽容之心。遇事喜欢思考，为人非常的有远见，格局也比较高，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断去努力奋斗，不喜欢中途放弃，在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一生富贵无比。二、脸型呈方正，聪明有主张。如果一个人的脸型看上去呈正方形的话，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国字脸。这种脸型的重要特征便是额头方阔，下巴平宽，腮骨微微凸起。长有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性格沉稳，头脑聪明，很有智慧，眼光非常的独到，而且很讲信用，做事有着很强的原则性，也非常的踏实，忠诚度特别高，坚持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完，很有主张，不会受到别人思绪的干扰，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社会地位和成就。三、翘嘴珠子会翻蓝，翻嘴唇薄两头船。所谓翘嘴珠，指的是嘴巴比较小，并且向前撅起。相书中有言，男怕水蛇腰，女怕撅嘴儿。如果女人长有小撅嘴的话，是非常不好的。这种女人大多不守信用，说话做事经常颠三倒四，心眼非常小，遇事喜欢斤斤计较，而且个性多变，有些反复无常，婚姻方面不太顺利。而嘴大无收指的是嘴唇薄，嘴巴合不拢。这种人为人比较自私，喜欢在背地里议论他人长短和是非，守不住秘密。四、凹眼睛凸额头，生成不是好家伙。如果一个人的眼睛内凹，眉骨高凸的话，这种人一般眼皮子上抬，为人非常的傲慢，也特别的势利眼，喜欢攀附权贵，但看不起比自己差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凸额头指的是额头高凸，也称寿星头。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但是心高气傲，只喜欢索取，却不懂得付出，缺少感恩之心，做事喜欢一意孤行，经常出尔反尔，非常的难应付。五、牙尖嘴利，一生不济。所谓牙尖嘴利，指的是牙齿尖尖向前凸，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龅牙。长有这种牙型的人，大多争斗之心较强，喜欢争强好胜，缺少包容之心。待人处事方面非常的苛刻，属于睚眦必报的类型，经常是得理不饶人，不给自己也不给别人留退路，而且特别的薄情和自私，嘴巴能言善辩，喜欢强词夺理，缺乏信义，一辈子没什么大出息。六、鼻子三弯，其人必坚。这里说的鼻子三弯，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鹰钩鼻。相书中讲到，鹰钩鼻子啄人心，这种鼻型的人特别的善于揣摩人心。相书中也有着钩鼻旁腮不可交的说法，意思是鹰钩鼻和腮骨外翻的人不能交往。鹰钩鼻的人大多自私自利，眼中只有利益，特别喜欢算计，为人冷漠而薄情，但是又特别善于伪装，喜欢在背后耍手段，属于典型的阴谋家，经常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为人特别奸诈和阴险。七、额塌没交，父母早抛。额头在相学中也称火星，两侧额角位置也称父母宫，代表着父母运势。如果一个人的额头尖窄塌陷，发际线低垂的话，这种人大多智慧不高，做事缺乏心胸和远见，与父母的缘分较薄，命中容易克父母，让父母操心不断。这种人大多脾气不好，容易与父母之间发生矛盾和争吵。
父母身体状况不佳，容易早夭。在强调下，即使你面相财运再好，你不努力，你没有选择适合你的方向，你的财就是摆设。而那些财运不好的面相，通过自身后天的努力也可以得到弥补，成为你成功的垫脚石。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